你下乡走访时，村民突然指着你的冲锋衣大喊：“你这一身够我1年的收成了！”现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你身上。还没等你开口，村支书突然挤出人群，大喊：“出大事了！你批的扶贫款全是假钞！”你浑身冰凉，因为那批扶贫款昨天刚刚从银行亲手取出。我叫周延洲，省农业厅下派到怀平村的驻村扶贫干部，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已经整整2年半了，380万。这是我花了大半年时间，跑了省里17趟，市里9趟，写了14版报告，才批下来的扶贫专项款，专门用来修怀平村到镇上那条路。昨天我亲自去市农商银行取的现金，银行出了验钞报告，一张一张过的机器全是真钞。从银行到村里3个小时车程，我全程坐在后座，手就搭在装钱的箱子上，连厕所都是到了加油站才敢去的，怎么可能是假钞？我撒腿就往村委会跑，身后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全村人都跟上来了。保险柜就在村委会那间小屋里，钥匙2把，一把在我身上，一把在村支书赖德旺手里，这是规矩，我定的规矩。我蹲下来打开保险柜，钱还在，码得整整齐齐，看着没问题，但我手一摸心就沉了，手感不对，真钞有一种特殊的粗糙感，这些钱摸上去太光滑了，像是刚从打印机里出来的。我抽抽一沓，对着窗户看水印，水印是有的，但透光一看边缘发虚，再摸安全线按不到那根凸起的金属丝，脑子里嗡的一声。村委会门口黑压压站了一片人，一开始还是小声嘀咕，很快就变了味。他这个城里人来咱们村不就是图这个吗？我早说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哪有人平白无故跑山沟里吃苦的？我站在保险柜前面，手还在发抖，外面那些话一句一句往耳朵里钻。2年半我在这个村垫了7万块钱出去，到现在1分没报销。我老婆因为我长期不回家，差点跟我离婚。我妈生病住院，我都没能回去陪几天，全是为了这个村子。现在他们说我偷钱，赖德旺他站在人群边上，没有制止任何人，就那么看着，说不上来像是在看一出他早就知道结局的戏。我走出来想解释，银行的验钞报告还在我手里，取款凭证也在，我能证明从银行拿走的就是真钱。话还没说完，一只手伸过来，啪的一下把我手里的单据打落在地上。谁的手胡德厚？胡叔，我驻村第1年是他第一个接受我的帮助。他家养的土蜂蜜好，但是卖不出去，收购商是我帮他联系的。去年过年他给我发短信说，周干部你是我们全村的恩人。现在他站在我面前，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你们城里来的就没安过好心，之前垫钱，原来都是放长线钓大鱼，380万。你这胃口可真够大的！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是那种从心口往外蔓延的寒意，把嗓子眼堵死了。你这冲锋衣多少钱？胡叔指着我身上那件冲锋衣，我老婆去年生日送我的，700多块，国产牌子，在城里连个中档都算不上。1000多吧，这件我见过，商场里摆着的。胡叔回头冲人群喊：“你们看看他穿的，再看看咱们穿的，700多，不是1000多，而且是我老婆买的。”又有人接话了，还狡辩呢，贪了380万还在乎一件衣裳，你是觉得我们山里人好糊弄是吧？我看向赖德旺赖村长，赖村长，你说句话，你知道这钱我是怎么取的？你当时就在车上。赖德旺慢悠悠地走上前，清了清嗓子，大伙儿先别激动啊，周干部这个事儿，组织上会查的，咱们得相信组织。但是呢，但是什么？但这个钱确实是经周干部的手，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也得把事情搞清楚。大家说是不是？这话说的表面上在和稀泥，实际上在暗示经我的手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人群又炸了。对啊，看清楚，把钱还给我们！有人把我的车给拦住了，我回头看，那辆破桑塔纳被4、5个人围着，轮胎前面横了2根木头。有个叫吴强的年轻人掏出手机，对着我就开始拍，一边拍一边喊：“大家都来看啊，这个人贪污380万，咱们怀平村的血汗钱啊！”别拍了，事情还没查清楚。吴强把手机举得更高，心虚了吧？不敢让人拍了吧？我掏出手机给上级打电话，电话响了5声才接。我把情况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先停止一切工作，等调查组，在调查组到达之前，你不要擅自行动。说完就挂了，一句安慰都没有，连搁我心里都没说，就那么挂了。天快黑的时候，人群终于散了，不是因为他们消气了，是因为天冷了要回去吃饭。我一个人走回我住的那间宿舍，就是村委会后面那间小平房，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那间，我住了2年半的那间。推开门，我愣住了，门上被人用红漆喷了2个字：贪官油漆还没干。往下躺着，我没擦走进去，坐在床上，手机响了，上级没打，同事也没打，倒是我老婆来电话了。这句话比外面所有人的辱骂加起来都疼。没有。他沉默了很久。你妈今天看新闻，有人发了个视频到网上了，你妈血压又高了。我这才知道，吴强拍的那段视频已经发到网上了，标题写的是扶贫干部贪污380万，村民集体讨公道。我找到那个视频，拍的人很会选角度，我被指着鼻子骂那段拍进去了，保险柜里的假钞拍进去了，就是我解释的时候他把镜头挪开了。评论区已经有上千条了，前面几条自动显示了出来，又一个说数枪毙都不为过，这种人活着浪费粮食。我关掉手机，屋子里黑了，我没开灯，从椅子上拿起那件被嘲笑了一整天的冲锋衣，攥在手里，领口有我老婆缝上去的一个小标签，上面用记号笔写着：老公注意
意保暖，那是他去年冬天寄到村里来的。我就这么坐在黑暗里攥着那件冲锋衣，一直到后半夜，窗外传来几声狗叫，然后又是死一般的安静。我掏出手机翻短信，翻到了去年过年胡叔发给我的那条：周干部新年好啊！感谢您这一年对我们家的帮助，您是我们村的恩人，我们全家都记着您的好，发送日期2月9号，距今天不到1年。纪委调查组进村那天，我以为真相终于有人来查了，但带队的副组长一开口，我脊背就凉了半截。他管村支书叫赖哥，你还没开口自辩，调查组已经开始翻你的私人物品，你2年半攒下来的驻村日记、垫付票据、工作台账全被装进了密封袋，而那个打开保险柜的第2把钥匙，调查组甚至没问村支书要。调查组一共来了4个人，带队的姓孟，副组长40来岁。进村第一件事，保险柜没去查，监控没去调，倒是先拍了拍赖德旺的肩膀。赖哥，辛苦你了，这段时间村里的事儿就靠你稳着了。我站在3米外看着这一幕，胃里一阵翻涌。孟副组长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周延周同志是吧？先回你宿舍等着，我们一个一个谈。我说我想先说明情况，我有银行的验钞报告，有取款凭证。他摆了摆手，我们都会听，但得按堂流抽成来，你先回去。回到宿舍，门上那2个红旗字没人擦，我也没擦，就在那个贪官底下坐着，等了2个小时。2个小时后，不是孟副组长来找我，是他手下一个年轻人，小伙子姓方，看着26、7，戴个眼镜，手里拿个文件夹。来的时候表情挺正常，进门看了一眼门上那2个字，眉头皱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周同志，我需要对你的宿舍进行例行检查。我说你搜吧，我没什么可藏的。他把我的柜子翻了个底朝天，床底下也没放过，桌上那一摞文件全抖开，看了一遍，然后拿起了我的驻村日记，一页一页的翻，到某一页他停住了，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我凑过去看，那页写的是3个月前的事，我垫了2000块钱，帮村里买了一批鸡苗，当时手头紧，在日记里随手写了一句，这个月又垫了2000，家里催着还房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报销。小芳把这页拍了照，装进密封袋。我说这是我自己垫的钱，你看后面有票据。他没抬头，这些我们会核实的，你先签个字。签什么字？物品清单，你的日记、票据、折账、手机通话记录、银行流水，我们都需要调取。我一愣，我是嫌疑人吗？他终于抬了一下头，看了我一眼。目前你是配合调查，周同志，请配合。他把我那本驻村日记，连同2年半攒下来的100多张垫付票据，全部装袋带走了。那些票据是我能证明自己2年半来一直在往这个村里贴钱的唯一证据。下午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屋子里陆陆续续有人进去做笔录，声音隔着墙传过来，听不太清，但能听出来每个人出来的时候门都关得很用力。傍晚我实在坐不住了，走到村委会门口，想找孟副组长当面说清楚，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在说话。关键是这个监控，你确定是坏了？孟哥，这监控用了好几年了，线路老化。那天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就黑屏了。第2天早上我发现的时候就报了。你看过硬盘吗？看了，空的。技术那边说是数据损坏，格式化了也恢复不了。孟副组长沉默了一会儿，那就这样写吧。我站在门外，浑身的血往脑袋上涌。监控坏了，偏偏就在付凭款到村的那天晚上，硬盘也被格式化了，什么数据都恢复不了。这么巧，我推门进去，赖村长，我想问一下，保险柜的第2把钥匙，调查组查验过了吗？屋子里突然安静了。赖德旺看了孟副组长一眼，孟副组长看了我一眼。周同志，调查方向由我们来定，你无权过问。我说2把钥匙，一把在我手里，一把在赖村长手里。如果有人在夜里打开过保险柜，那第2把钥匙，周同志，你现在的身份是被调查人。孟副组长的语气重了，请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有什么疑问，等调查结论出来之后，你可以按程序申诉。我看着他，他没有看我，而是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我退出了那间屋子。第2天，村民们开始做笔录了，一户一户的进去，出来的时候，有的面无表情，有的交头接耳，但没有一个人看我。我坐在宿舍门口，数了一下，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一共进去了19个人。傍晚的时候，小芳又来找我了。这次她的表情不太一样，嘴唇抿得很紧，像是想说什么又在忍着。周同志，有几个情况需要你确认一下。村民反映你经常一个人在村委会加班到很晚，有时候到凌晨，是这样吗？是，因为白天要下村走访，材料只能晚上整理。村民还反映，你曾经反对过在村委会安装新的监控设备，有这回事吗？我一下站起来了，我反对的是赖德旺提议的那个方案，他要花8万块买一套，我在网上查了同型号才2万。我反对的是价格虚高，不是反对装监控。我说完，看到小芳的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周同志，你先别激动，这些我们都会核实。他合上本子，走之前在门口停了1秒，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很轻的话：那个硬盘不是坏的。然后他走了，我愣在原地。他说什么硬盘不是坏的，那就是说硬盘里的监控数据并不是什么线路老化导致的损坏，而是有人故意删除的。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被压了很久的东西突然开始往外冒。晚上我没有睡，拿了一张白纸一支笔开始写，从取钱那天开始，1个小时1个小时的回忆。上午9点到市农商银行办理取款、验钞、签字、装箱，一切正常。中午12点15分从银行出发回怀坪村，车上3个人，我司机老杨还有赖德旺，他说要一起去帮忙盯着，我当时还觉得他负责。下午1点半左右
右到镇上的加油站车子加油。我去了趟卫生间，大概离开车子15到20分钟。回来的时候，老杨在车旁边抽烟，赖德旺坐在副驾驶。我当时问了一句：“钱没事吧？”赖德旺说：“放心，我一直在车上盯着呢。”下午3点到村里，把钱搬进村委会，锁进保险柜，我亲手锁的。那天晚上我在宿舍整理材料，没有去过保险柜那间屋子。第二天上午分钱的时候，发现是假钞。我盯着这张纸，盯着加油站那20分钟。那20分钟车里只有老杨和赖德旺。如果有人在那20分钟里打开后备箱，把真钱搬出来，把假钱放进去，需要什么条件？首先得提前准备好等量的假钞，380万的现金，体积不小，得用面包车之类的东西装，还得知道我那天的行程，具体几点到加油站，大概停多久，然后得有个理由让我离开车，或者等我自己离开。最后车上还得有人接应，确保我回来的时候看不出异常。我放下笔，盯着天花板，都在。我那天要取钱，他知道，一起去是他主动提的。加油站的时候，他一直坐在车上，保险柜第2把钥匙就在他手里。监控偏偏在那天坏了，硬盘偏偏被格式化了，而调查组的人管他叫赖哥。我合上笔记本，眼睛里没有了前2天的委屈，只剩下一种让我自己都有点陌生的冷。停职通知下来，那天我没哭，我在笑。村支书站在我对面，脸上是那种赢了的得意，藏都藏不住。2年半修的路，饮的水，电的钱，在这张薄薄的纸面前一文不值。我把通知折好放进口袋，走出村委会大门，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拿命换来的村子，此刻每一双眼睛里都写着活该。停职通知上写的很官方，鉴于周延洲同志涉嫌违纪问题，经研究决定暂停其驻村扶贫干部一切职务，配合组织调查，限3日内移交工作，搬离驻村宿舍。赖德旺站在旁边，表情拿捏的特别到位，叹了口气：“小周啊，组织上也是走流程，你别多想，有什么需要帮忙搬的，你说一声。”我看着他那张脸，第一次觉得一个人可以恶心到这种程度。不用，我自己搬。我回宿舍收拾东西，东西不多，2年半其实也没攒下什么，一个旧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一摞工作笔记的复印件，原件被调查组封了，还有一袋子零碎的东西，都是村民之前送的。胡叔给过1罐蜂蜜，王大姐送过咸鸭蛋，冯家阿婆还纳了双鞋垫。去年中秋，全村人凑钱给我买的一个保温杯，杯子上还刻了字：“周干部辛苦了。”我把保温杯塞进箱子最底层，正收拾着，门口按了一下，有人来了，是胡叔的老伴赵阿婆。她进门二话不说，从我桌上拎起1罐蜂蜜，那罐蜂蜜上面贴着标签，手写的：“送给周干部，胡家自产。”周干部，这蜜当时是卖给你的，不是送的，你还欠着钱呢。赵阿婆，那罐蜜是胡叔去年亲手放到我桌上的。他说：“周干部，你帮了我们那么多，1罐蜂蜜算什么？”赵阿婆不看我，抱着蜂蜜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头扫了一眼我的桌子，把那袋咸鸭蛋也拿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给贪官的。他走了。我站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收拾。搬箱子出门的时候，路过村里那片核桃林，就是我到村第1年自己掏了3000多块买的苗子，帮着种下去的。旁边蹲着几个村民，看到我过来，其中一个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地，他种的东西，凭什么不挖走，留着也是祸害。”其他人跟着笑了，我没说话，拖着箱子继续走。到村口那条路，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打了几10个电话，跑了无数趟才协调下来修好的水泥路。以前这里就是一条烂泥沟，下雨天连自行车都推不动。现在我拖着我的箱子走，在我自己争取来的路上，两边站着我帮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快到村口的时候，一个塑料袋从旁边飞过来，砸在我的箱子上，里面是烂菜叶，还有一张纸条：“滚回你的城里。”去。我弯腰捡起箱子上的菜叶，扔到路边，继续走。车子停在村口，我打开后备箱，就在我准备关门的时候，有人敲了一下我的车窗。我转头是冯秀兰，嫁到村里来的外地媳妇，平时话不多。上次假钞的事情闹出来之后，她一直躲着我走，但有一次我路过她家门口，她在那儿晾衣服，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说不上是厌恶还是同情，倒像是想跟我说什么，但是不敢现在。她站在我车窗旁边，脸色惨白，手在兜里攥着什么，眼睛一直往身后瞟，怕有人看到她把手伸进车窗，塞了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然后头也不回的跑了。我展开纸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趴在腿上写的，怕被人发现。那天晚上保险柜那间屋子的灯亮过2次，第一次是9点多，第2次是凌晨1、2点，后面跟着一个日期，正是扶贫款到村那天。我攥着纸条，手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压了这么多天的东西，终于有了一个方向。灯亮过2次是凌晨1、2点，第一次是我9点多去确认了一下保险柜的锁，这个我记得。第2次凌晨1、2点，不是我那间屋子，凌晨1、2点还有人进去过，是谁？我把纸条折好，塞进冲锋衣内侧口袋，拉链拉死。发动车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怀平村那些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就像赶走了一条不相干的狗，开出去10几公里。到了下山的盘山路上，手机响了，是我老婆。我接了，你到哪了？在路上。她沉默了一会儿，咱们离吧。我脚一滑，车差点蹭上护栏，赶紧踩住刹车。你说谁？你妈天天哭，邻居天天来打听，我上班同事都在背后议论，我扛不住了。我把车停在路边，手握着方向盘，听着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她没有哭，她的声音很平，那种平是已经哭过了，哭够了之后的平。我说给我1个月，她没有回答1个月。如果1个月之后事情还是这样，你想怎么样都行。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你自己小心，就挂了。我把手机放在副驾驶，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外面的山风很大，车子被吹得轻微晃动，远处能看到怀平村的轮廓很小，缩在2座山之间。那个我拼了2年半的地方此刻离我越来越远。我又拿出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凌晨1、2点灯亮过第2次。我把纸条收好，拨了一个电话，是我大学同学宋文平，现在在省公安厅技术科电话，响了3声就接了延州，好久没联系了。啥是文平？我遇到点事儿，需要你帮个忙，但是得保密。他顿了一下，
你说如果一块硬盘被格式化了，数据有可能恢复吗？看情况，普通格式化的话，数据还在专业工具能恢复大部分，但要是做了深度复写，那就难了。怎么了？我没有直接回答，等我找到那块硬盘，我再联系你。挂了电话，我把车从路边开出来，但没有往城里的方向走，掉头往镇上开。我不走了，我在镇上找了个小旅馆，用现金付的房费。登记的时候，前台小姑娘问住几天，我说不确定。房间在3楼，窗户正对着进山的那条公路，从这里能看到每一辆往怀平村方向开的车。第一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坐在那张吱嘎响的椅子上，把那天从银行取钱到发现假钞的整个过程1个小时1个小时的往下捋，然后拿笔在纸上画了一张图，中间画了个圈，写的是保险柜左边2根线，一根连我，一根连赖德旺，上面写着第一把钥匙。2把钥匙右边画了条时间线，取钱日上午9点到12点银行，12点15出发，1点半加油站停留20分钟，3点到村，锁进保险柜。晚上9点我去确认锁灯亮，第一次凌晨1、2点有人再次进入灯亮，第二次第二天上午发现假钞。我在加油站的20分钟上画了个重重的圈，那20分钟是唯一的窗口。我去厕所的时候，车里只有2个人，司机老杨和赖德旺，380万的现金，4个铝合金箱子，一个箱子大概40斤，要在20分钟内把4个箱子从后备箱搬出来，再换上4箱假钞装回去，一个人干不了，至少要3、4个人，而且假钞必须提前准备好，就在加油站附近。我出门了，镇上那个加油站我来过好多次，从怀平村到市里，这是必经之路，旁边有个小超市，一个修车铺，再往后面是一片空地。停大货车的我进了加油站的便利店，找到了值班的小伙子，兄弟，你们这儿有监控吗？有啊，门口2个加油区1个，能调吗？我是做生意的，那天有个车在这加油，我想看看车上的人。小伙子看了我一眼，这个得找我们站长，站长不在，说下午才回来。我等了3个小时，下午2点，站长回来了，一个40多岁的胖子。我跟他说我要看监控，他问为什么。我想了1秒，说我怀疑合作伙伴在背后搞鬼。那天他跟我在这加油，我想看看他当时有没有打电话给什么人。站长将信将疑，但还是把我领到了监控室。我报了那天的日期，时间画面调出来了，下午1点27分，我的那辆桑塔纳开进加油站，停在3号位。画面里我下车往厕所方向走，老杨在加油，赖德旺坐在副驾驶没动。1点29分，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公路上拐进来，停在加油站后面那片空地上，就停着。1点31分，赖德旺下车了，他走到面包车旁边，车窗摇下来，他跟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回了桑塔纳。1点35分，我从厕所出来，赖德旺已经坐回了副驾驶。1点42分，面包车也开走了方向。我们去村里的方向一样，我盯着那辆面包车的车牌在纸上记了下来，画面不算清晰，但能看出个大概。我谢了站长，出了加油站，站在路边点了根烟，手有点抖。面包车赖德旺下车，跟他们说话停的时间跟我上厕所的时间完全重合，但是监控里没有拍到换钱的画面。面包车只是在后面那片空地，加油站的摄像头覆盖不到那里。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清楚摄像头的角度。我回到旅馆开始查那个车牌号，这事不好查，我不是警察，没有权限去查车辆登记信息，但我有一个办法。镇上有个二手车行，老板姓蒲，之前我帮怀平村联系运输河套的车，跟他打过几次交道，蒲老板帮个忙。我有个车牌号，想知道车主是谁，你在你同行那打听打听蒲老板。没多问，第二天给我回了信息，归 AF 的那个面包车是吧？注册在一个叫赖小军的人名下，赖小军，赖德旺的侄子。我手里的笔在纸上重重的划了一道。接下来我去了县城，去了工商局，查了一家叫新达彩印的印刷厂。这家厂子是我之前无意间听赖德旺提过的，他说他侄子媳妇家里有个亲戚开印刷厂，工商登记信息是公开的，法人代表叫钱爱华。我又查了钱爱华的关系，查来查去，她丈夫的姑姑嫁给了赖德旺的表哥，七拐八拐但能拐上。然后我查了新达彩印最近半年的进货记录，这个费了点劲。我在他们工业区门口蹲了1天，等到了一个在那上班的小伙子，请他吃了顿饭，聊了聊，他也没多想，随口说了一句钱。段时间老板进了一批怪纸，不是咱们平时用的铜板纸，说是什么特种安全纸，花了不少钱。进完也没见做什么大活，也不知道干嘛用的。我问他记不记得大概什么时候进的，他想了想，大概2个月前吧。对，因为那会儿刚发了工资，他记得很清楚。2个月前正好是扶贫款批复之后到账之前。我回到旅馆，又在那张纸上加了一条线，赖德旺赖小军侄子的面包车，新达彩印进特种纸赖德旺的亲戚关系网。但这还不够，钱去了哪儿？第3天我去了县城，找了赖德旺的儿子赖志鹏开的那家烟酒店。我没进去，就在对面的奶茶店坐着看了一下午。烟酒店生意一般，但装修不差，门口停着一辆新车，不是什么好车，但对于一个小县城的烟酒店来说已经不便宜了。回去之后我查了一下，赖志鹏半年前曾经被几个债主堵在店门口，这事当时闹得不小，镇上好多人知道，他欠了60多万，据说是赌博赌的。但是最近突然没人提这个事了，我找了镇上一个跑货运的师傅，喝了顿酒，他跟我说赖志鹏的债1个月前就还清了，60多万，一次性现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钱。1个月前正好是扶贫款出事之后，我放下酒杯没有再喝。有一天下午，我从县城回镇上，在镇门口碰上了调查组的小芳，他看到我明显犹豫了一下，然后装作没看见，低着头往前走。我也没叫他，但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一下，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孟组长跟镇上的贺副镇长是大学同学。然后他继续走了，头都没偏一下。贺副镇长贺建军，分管农业和扶贫，380万的专项款从省里批复到市里，再到县里拨付，最后一道审批正好经过他的手。我站在路边，心跳得很快。赖德旺贺建军，一个在村里，一个在镇上。赖德旺的老婆和贺建军的老婆是亲姐妹连襟，这不是一个人的事。
事。回到旅馆，我发现房间被人动过了，门从外面看没有异常，但我走之前在门缝里夹了一根头发，头发不在了。进去一看，桌上的东西位置有变化，我的包被翻过拉链，没拉到我原来的位置，所有的纸质材料我都随身带着，不在房间里，这是我从第一天就养成的习惯。但他们在找什么？他们知道我在查了。当天晚上我退了那间旅馆，换了一家更小的那种。在镇子另一头，我给老婆发了一条信息，给我1个月，1个月后你再决定。她没回，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手机，她发了2个字，1点43分发的，说明她也没睡。好的，我在镇上待了第8天，所有的线索已经串成了一条链。赖德旺联合侄子赖小军在加油站调包扶贫款真钞，假钞来自新达彩印，真钞通过赖志鹏还债变现。整个链条的保护伞是分管扶贫的副镇长贺建军，赖德旺的联经调查组带队的孟副组长是贺建军的大学同学，负责把调查方向往我身上引，环环相扣。但我手上的证据还差最关键的一环，监控硬盘加油站的监控只能证明赖德旺接触了面包车，不能证明车上换了钱。印刷厂的进货记录只能说明买了特种纸，不能直接证明造了假钞。赖志鹏还债的钱，他完全可以说是做生意赚的，唯一能锁死的证据就是村委会的监控硬盘。如果小芳说的没错，硬盘没有物理损坏，只是被格式化了，那里面一定记录了那天凌晨1、2点谁打开了保险柜，做了什么。那块硬盘现在在调查组手里，我得拿到它，或者说我得让有能力恢复数据的人拿到它。我给宋文平打了电话，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他听完半天没吱声，最后他说：年州这事不小，你确定？我确定。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硬盘的事我可以找人恢复，但你得先弄到手，而且你现在的身份，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你是被调查人，如果被发现你在私下搞这些，定性可就不只是贪污了，还得加一个妨碍调查。我知道，行，你找到硬盘寄给我，其他的我想办法怎么拿到那块硬盘。这个问题我想了2天，硬盘在调查组带回去的证据袋里，要么在镇上纪委的办公室，要么已经送到县纪委了。以我现在的身份，不可能正式接触任何证据，除非有人帮我，我只能赌1个人。小芳第10天，我找到了小芳，不是我去找的她，是在镇上的早餐铺子碰上的。她一个人坐在角落吃面，看到我进来，筷子停了一下，我端着碗坐到她对面，她没抬头，吃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不应该来找我。我说我没有来找你，我就是来吃面的。这家面好吃，我以前每次进镇都来。他没说话，我喝了口汤放客。你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你告诉我那个硬盘不是坏的，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把筷子放下了，看了一眼门口，确定没人。因为我看过那块硬盘的检测报告，物理层面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被做了一次全盘格式化。格式化的时间正好是假钞被发现之后的第2天凌晨，也就是说，有人在事情曝光之后，连夜把监控数据删掉了。删数据的人，你知道是谁？小芳没有直接回答，但她说了另一件事：调查组带回去的证据清单，我核对过，硬盘那一栏写的是设备损坏无数据，但我亲手检测的时候，硬盘灯是亮的，设备明明是好的，清单是孟组长签字的。他又看了一眼门口，我说这些已经违反纪律了，你不要来找我了。等一下，他停住，方科，如果那块硬盘能恢复数据，就能证明一切，你能不能帮我拿到它？他盯着我，眼睛里有挣扎，有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想做正确的事，但害怕代价的矛盾。你知道你在让我干什么吗？我知道。他拿起筷子又放下了，站起来把钱放在桌上。3天之后，你来镇上废品收购站，在后面的仓库等我，别让人看到你。他走了那3天，是我人生中最长的3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待在旅馆里，窗帘拉上不开灯，手机调静音。每隔几个小时出去买一次盒饭。第2天晚上出事了，我下楼买水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靠在旅馆对面的电线杆上，装作在打电话，但眼睛一直往旅馆门口看。我假装没注意，买了水回房间，从窗帘缝隙往下看，那个人还在，换了个姿势蹲着了。有人在盯我。赖德旺那边或者贺建军那边已经知道我没有离开，我得换地方。等到后半夜2点多，那个人走了，或者是换了个我看不到的位置。我收了东西，从旅馆后面的楼梯走，穿过一条巷子，到了镇子另一头，找了个不要身份证的小旅社。前台大姐困得睁不开眼，收了钱，塞了个钥匙，连抬头都没有。第3天，我到了废品收购站，绕到后面的仓库等着，等了1个多小时。小芳来了，她穿着便服，手里提了个黑色塑料袋，进来的时候四处看了看，然后把塑料袋递给我，硬盘在里面，我是以补充检测报告的名义从政务室借出来的，48小时之内必须还回去。你只有2天时间，2天够了。他又站了一会儿，周同志，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但是做这行的都知道，务正说话，其他的都是扯淡。他转身要走，我叫住他，方科，谢谢你。他没回头，这不是帮你，是帮我自己过得去。他走了，我把硬盘用衣服包了3层，塞进背包最底层。当天下午就去了县城的快递点，不是镇上的，镇上可能有人盯着寄到宋文平给我的一个地址，省城某小区的菜鸟驿站，填的寄件人是个假名，地址也是假的。寄完之后，我给宋文平发了条短信，东西上路了，顺丰，明天下午到。他回了个字收到。等快递的那一天，我坐在县城的一个公园里，什么都没干，就坐着，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我接了，周干部是吧？我是镇上的，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听说你最近在镇上到处走年轻人，有些事到此为止，对大家都好，你也回去过你的日子，组织
织上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你何必呢？我听完没说话，直接挂了，手心全是汗。当天晚上，宋文平来消息了，语音言周，硬盘拿到了，初步看了下，格式化做的挺糙，数据底层都在，恢复率至少80%以上。我找了我们技术科的人，用专业设备跑，大概需要2天出结果。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吐了口气，又等了2天。宋文平来电话了，这次他语气跟之前不一样，声音绷得很紧。言周数据恢复出来了，我看了，你说的没错，监控清清楚楚。凌晨1点17分，有2个人进了那间屋子，一个开的保险柜，一个搬的箱子，后面还进来一个人帮忙。开保险柜的人，我看脸型和体态，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村支书。第3个进来帮忙的，穿着一件深色夹克，像是个司机贺建军的司机。我深吸了一口气，文平，你那个恢复出来的视频文件能导出来吗？能，已经导了。高清的，我存了3份，一份在我电脑，一份 U 盘，一份加密云盘。你帮我寄一份 U 盘过来，行。另外言周，你打算怎么办？就这证据，走正规程序报上去，够了。但你不怕被中间压下来吗？我怕，所以我不走一条路，3条线同时走。省纪委信访实名举报，所有证据的复印件寄过去，同时联系省里的党报记者。我之前在省农业厅认识一个，他跑口碑好，人也靠谱。然后证据原件和恢复的完整数据存在你那里，作为底线，同时引爆，谁也压不住。宋文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在里面待了2年半，学了不少东西啊。我不是学的，我是被教的。挂了电话，我站在旅社的窗前，远处能看到进山的路，天快亮了，山顶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光。我把手里的那张时间线图折好，放进冲锋衣口袋，跟冯秀兰的纸条放在一起。等 U 盘到了，所有材料准备齐了，就动手。3条线同一天引爆，省纪委的举报信，省党报记者的暗访采访，和一份寄到省纪委书记办公室的加密 U 盘。U 盘里是恢复出来的完整监控视频，从凌晨1点17分开始，到1点53分结束，36分钟，每一帧都是铁证。我是在镇上那个小旅社的床上等到消息的。宋文平发来一条信息，你那边小心，上面已经动了，但动的级别很高，不是县里也不是市里，是省纪委直接派的。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终于能睡着了。省纪委的车队进镇那天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小芳告诉我的。一共来了3辆车，黑色的，车牌很干净，直接开到了镇政府。第一波人进了贺建军的办公室，第2波人直接去了怀平村。赖德旺那天早上还在村委会抽烟，跟几个村民吹牛，说什么上面的事我心里有数，周延洲那小子翻不了天，大家放心，跟着你赖叔走，亏不了。然后他看到了那几辆黑色轿车从他修的那条路上开进来。小芳说赖德旺当时脸上的表情就像看到鬼了，从嘴角翘着的得意到僵住到发白，大概只用了3秒。车停了，下来4个人西装，手里拿着文件夹，领头的一个50多岁，头发花白，表情什么都看不出来。赖德旺站起来迎上去，笑着说，几位领导好，是来视察的吗？我这让人泡茶。领头的人没理他，直接走进了村委会，问了一句保险柜在哪？赖德旺愣了一下，在里屋，带我去看。到了那间屋子，领头的人看了看四周，看了看天花板角落那个黑色的摄像头，然后转过头问赖德旺，赖德旺同志，保险柜的第2把钥匙现在在哪里？赖德旺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丢了，之前就丢了。我跟孟组长也说过。领头的人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打印好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一帧监控截图，画面里一个人蹲在保险柜前，手里拿着钥匙，正在开锁，时间戳凌晨1点17分。那个人的脸很清楚，赖德旺，这是你。赖德旺的膝盖肉眼可见的软了一下，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这不是，这个监控不是坏了吗？你说坏了它就坏了吗？领头的人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数据是恢复出来的完整的。36分钟，你做了什么？一帧不差。赖德旺彻底慌了，他环顾四周，好像在找什么，找一根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看向门口围观的村民，乡亲们，这是误会，有人陷害我，这个视频是假的。现在技术那么发达，什么都能作假。没有人接他的话。那些村民1个月前还站在他身后冲我喊贪官，现在一个个退得远远的，像避瘟神。赖德旺被请上了车，不是请，是被2个人一左一右架着上了车。他上车之前回头看了眼村委会，眼睛里有恐惧，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兜不住了的绝望。与此同时，贺建军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也被另一组人带走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路过前台，前台小姑娘喊了一声贺镇长，他没有回头。新达彩印当天下午被查封，老板钱爱华和她老公在厂里被控制，据说现场搜出了没有销毁干净的废料和一台专门用来做安全线的压印设备。赖志鹏的烟酒店也被贴了封条，他当时不在店里，据说正在县城跟人打麻将，被几个人直接从麻将桌上带走的，麻将都没来得及推倒。孟副组长，那个管赖德旺叫赖哥的人被省纪委直接叫去谈话，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但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现过。消息在村里炸开了，比上次假钞的消息炸得还响。一开始没人敢说话，都在自家门口站着互相使眼色，然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赖德旺被抓了，贺镇长也被抓了，紧接着一个比一个声音大，天哪，这是真的吗？所以钱是赖德旺贪的，不是周干部。我就说周干部不像坏人吗？你说什么呢？你之前骂的最凶的就是你，我那不是被赖德旺骗了吗？谁不是被骗了？我他妈都联名签了那个控告信啊，那个信算不算伪证啊？
我们会不会也有事啊？村口的人群从兴奋变成了恐慌，从恐慌变成了互相推诿，从推诿变成了互相指责。都怪你，当时你非要带头，不是你带头，是胡叔带的，你别甩锅。你自己牵的时候笑得多开心。胡德厚胡叔站在人群最外面，一句话都不说，脸上的肌肉一直在抖。有个年轻媳妇从旁边路过，是冯秀兰，她看了胡叔一眼，什么都没说，走了。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省里打来的，是我的顶头上级，语气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延州啊，组织上一直在关注你的情况，这次的事已经基本查清了，你受委屈了，组织上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交代。我握着电话听着这些话，心里什么感觉呢？说不上来。我打开了冯秀兰给我的那张纸条，看了一眼，然后把它重新折好，放回口袋，做了该做的事，其他的不重要了。傍晚的时候，老婆发来一条信息，新闻我看到了，就这5个字，但我看了好几遍，我回了1个字，回来再说。赖德旺被抓之后，怀平村安静了3天，那3天没有人出门串门，没有人在村口闲聊，连狗叫声都少了。第4天镇上来了通知，由于怀平村扶贫专项款被挪用案正在调查中，380万元拨款冻结，相关修路工程无限期暂停，后续所有扶贫项目申报暂缓受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那条他们做梦都想修的路没了，不是推迟，是没了。赖德旺在的时候虽然他贪，但好歹面子上还维持着各种项目报批审批，他门儿清，县里镇上都有他的关系。现在他进去了，贺建军也进去了，那些关系一夜之间全断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一个核桃收购商，姓刘，之前是我花了2个月才帮怀平村谈下来的保底价4块5一斤，在当时的行情下已经是很好的价格了。怀平村那边的单子我不做了，怎么了？他犹豫了一下，这事儿你也知道，出了这种事我跟上头没法交代，你理解一下。挂了。第2个断掉的是土鸡的销路，之前我联系了县城一家农贸市场的档口老板，人家愿意收怀平村的土鸡，一只能比村里多卖15块钱，这条线也是我拉的。现在档口老板直接在微信上跟村里人说，你们村的事我听说了，这名声不好，我再从你们那进货，我的客户还以为我卖的是赃物呢，算了吧。消息传回村里，一片哀嚎，核桃马上熟了，没人收，鸡也卖不出去，路修了一半就停了，剩下的还是烂泥路，一到下雨天连3轮车都进不来。胡叔家的院子里核桃堆成了小山，绿皮已经开始发黑，散发出一股欧烂的酸味。他蹲在院子里，用手扒拉着那些核桃，一颗一颗的看，好像在找一颗没烂的。他老伴赵阿婆在旁边唠叨，我说让你别掺和那些事吧，你非要出那个头。现在好了，人家周干部走了，胡叔没说话，蹲在那一动不动。有几户人家把核桃装上3轮车，自己拉到镇上去卖。贩子一看是怀平村的，张嘴就压价，2块钱一斤，爱卖不卖，2块钱，连打核桃的人工都不够。有个村民不甘心，你这也太狠了吧！贩子叼着根烟，翻了个白眼。去年有人给你兜底，今年呢？你那个扶贫干部呢？被你们赶跑了吧？我听说了，整个镇上都知道，你们怀平村把恩人往死里整。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2块钱我都是看在核桃份上，不是看在你们人份上。村民涨红着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2块钱卖了。更惨的是冯秀兰，她给我塞纸条的事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赵阿婆见了她，当面啐了一口，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男人是我们村的，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帮外人害自己人。冯秀兰的婆婆也冲她发了一顿火。第2天一早，她收拾了个包，回了娘家，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留她。这件事我是后来知道的，知道的时候攥了很久的拳头，她帮了我却被他们这样对待。入冬之前，村里又出了一件事，之前吴强发到网上的那个视频，扶贫干部贪污380万的那个，在赖德旺被抓之后被人翻出来了，评论区画风全变了，从骂我变成了骂吴强造谣精，人家扶贫干部是被冤枉的，你这种人就该被告带节奏的，这就是帮凶，你跟那个贪官是一伙的吧？吴强慌了，连夜把视频删了，但截图已经传开了，镇上好多人认识他，见了面就挤兑他。吴强现在出门都低着头，走路绕着人走。省里后来发了通知，在调查过程中做过伪证的村民进行逐一约谈，这一下全村炸了。胡叔被约谈了，出来的时候脸是灰的，他在笔录里说过的那些话，什么主角反对装监控，什么经常一个人在村委会加班到很晚，全是赖德旺教他说的。约谈的人问他，你知不知道做伪证的后果？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是被逼的，他说赖德旺威胁过他，如果不配合，以后村里的好处分不到他头上。王大姐也被约谈了，那个当初把咸鸭蛋送给我，后来又让赵阿婆要回去的人，他出来的时候眼睛哭得肿得像核桃。好几个签了联名控告信的村民也收到了约谈通知，一个个苦着脸在村委会门口蹲着抽闷烟。当初赖德旺让签字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在维权，是在跟贪官斗争，现在他们知道了，那不是维权，那是做伪证。可是赖德旺当时说的理直气壮啊，他说钱是周延州贪的，他说组织上都在查了，他说签了字才能把钱要回来，他们信了，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蠢到分不清谁是真正帮他们的人，蠢到被一个贪了他们钱的人利用，去咬另一个替他们垫了钱的人。入冬之后，新的驻村干部选拔开始了，按流程得从市里机关单位再派一个人下来。消息一出，3个候选人无一例外全部拒绝。那个村民生太差了，去了就是往坑里跳，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冬天，怀平村的核桃烂在了院子里，鸡卖不出去，路断了，人也散了，连只书都没有，更没有扶贫干部。他们守着一个空壳一样的村子，看着别的村拿到了项目，修了路，通了网购，自己什么都没有。赵阿婆有一天上山
山采蘑菇，摔了一跤伤了腰，要送镇上去看，但那条路到了冬天又变成了烂泥塘，三轮车走到半路陷了进去。胡叔站在泥地里使劲推车，推不动，蹲下来抱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当初如果我没有打掉周干部手里的那张单据，如果我没有指着他的鼻子说那些话，这条路现在应该已经修好了。恢复职务的文件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送到的。组织决定恢复周延洲同志驻村扶贫干部职务，撤销此前的停职决定。相关调查结论以书面形式通知。文件下面还有一行：鉴于周延洲同志在怀平村的工作已告一段落，经组织研究，调任至隔壁县清水乡担任扶贫工作队副队长。清水乡条件比怀平村好得多，通了公路，有几个像样的产业，离县城也近。我拿着那份文件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然后签了字。去清水乡报道那天，新单位的人对我挺客气，队长亲自来接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周受委屈了，以后在这好好干，这边的老百姓通情达理，通情达理。这4个字我听着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怎么着。安顿下来之后的第1个星期过得还算平静，我开始熟悉清水乡的情况，走访了几户农户，写了第1份调研报告，日子像是重新走上了正轨。老婆来看过我一次，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带了一锅排骨汤和一袋换洗衣服。他没有提离婚的事，我也没有提。我们坐在宿舍里喝汤，聊了聊家里的事。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句瘦了就走了。事情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委屈故事，受了冤平了反，换了个地方继续过日子。但那群人不会让故事这么平淡的结束的。1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刚开完晨会，从会议室出来，准备去办公室整理材料，前台的小姑娘跑过来，脸色有点慌：周队长，楼下来了好多人。什么人？说是从山里来的，有20多个，带着东西，还拉了条横幅，有几个在门口跪着，保安拦不住，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往楼下看，大院门口乱成了一锅粥，20多个人，衣服灰扑扑的缩在门口，提编织袋的、报纸箱子的、跪在地上的都有。正中间跪着的那个是胡叔，头发全白了，比我上次见他白了一大半，身上穿着一件棉袄，到处是线头，手里捧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核桃，黑的大部分都烂了。他旁边跪着赵阿婆，腰上还缠着绷带，显然伤没好利索，脸上淌着泪和鼻涕，正在对保安磕头。吴强也来了，站在人群最后面，低着头不敢往前，手里拎着2只绑着腿的土鸡。他们拉了一条床单，上面用墨水写着字，歪歪扭扭的，有几个字还写反了。周干部，我们错了，求您救救怀平村。我站在窗前看了整整5分钟，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坐下，倒了杯水慢慢喝。前台小姑娘又来了，周队长那些人还在，有个老太太磕头磕出血了，要不要叫救护车？别叫，让他们等着，这一等就是1个半小时。保安队长中途上来汇报了一次，周队长，那个领头的老头已经跪了1个多小时了，腿都跪肿了。旁边那个年轻人就是拎着鸡的那个，已经哭了3回了，还有几个老太太轮流晕，也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我说还有谁？保安队长想了想，还有一个王大姐，就是抱着纸箱子那个，箱子里装的全是咸鸭蛋，说是给您赔罪的。我听到咸鸭蛋3个字，想起了赵阿婆从我桌上把那袋蛋拿走时的表情。她说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给贪官的，现在又拿回来了。我站起来，把杯子里的水喝完，理了理衣领，走出了办公室，下了楼，推开大院的门，外面的声音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20多双眼睛，害怕的、卑微的、祈求的全有，还有一点点见了鬼似的不敢相信。3个月前也是这样一群人，站在村委会门口，围着我，对着我指指点点，喊我贪官，冲我扔菜叶，把我的验钞单据打落在地上，还是那群人，还是那些眼睛，但3个月前的表情跟现在完全反了过来。胡叔第一个反应过来，膝盖在地上往前蹭了2步，手里那袋烂核桃举过头顶，嘴唇抖得说不出整句话。周干部，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啊，是我瞎了眼，听了赖德旺的鬼话，那天我打掉你单据的事，还有说的那些混账话，我该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求您回去吧，您不回去，我们那个村就完了。赵阿婆从旁边爬过来，想抱我的腿，被保安拦住了，她也不管，扑在地上就磕头，额头往水泥地上砸，砰砰响。周干部啊，婶子给您磕头了，婶子那天不该把蜂蜜和鸭蛋要回去，那都是您该得的，我们猪油蒙了心，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王大姐抱着那箱咸鸭蛋挤到前面，鸭蛋都赔您，加倍赔。这箱子是新的，我刚腌的，周干部您收下，您收下就是原谅我们了。吴强站在最后面，手里那2只鸡被他攥得嘎嘎叫，他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嘴里嘟囔着什么，听不太清，好像在说对不起。我站在台阶上，一言不发，看着他们，等他们的哭声渐渐小了一点，我才开口胡说，你还记得那天你说的什么吗？胡叔的身体僵了，城里来的没安好心，这话是你说的，放长线钓大鱼也是你说的，还说我胃口大，然后你把我手里的银行单据打掉了，那张纸是我证明自己清白的东西，你打掉它的时候想过我是什么感受吗？胡叔跪在地上，头越来越低，低到额头快碰到地面。赵阿婆，你那天从我桌上把蜂蜜和鸭蛋拿走，你说不是给贪官的，那罐蜂蜜上还贴着胡叔手写的标签，送给周干部，你拿走的时候撕都没撕，就抱着走了。赵阿婆的嚎哭声卡在了嗓子里，变成了一种难听的呜咽。还有那个控告信，谁签了？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你们做了伪证知道吗？要不是调查组里有个人还有良心，要不是有人冒着风险帮我，就你们签的那些东西够把我送进去的。人群死一般的安静，你们今天来跪在我楼下，说错了，求我回去。但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不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才来的，核桃卖不出去了吧，鸡也没销路了吧，路修不了了，连个愿意来的新干部都没有了，所以你们来了。
要是赖德旺没被抓，要是你们日子还过得下去，你们今天会来吗？全场哑了，一个敢吱声的都没有。你们不会来，你们会继续心安理得的花着赖德旺贪来的钱，继续嘲笑我这个被你们赶走的冤大头。赖德旺如果真的把那380万洗干净了，分你们一人几千块，你们还会觉得他是个好支书？沉默，人群里开始有人低头了，不知道是冷的还是被说中了，好几个人的肩膀都在抖。胡叔突然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声音沙哑：周干部，你说的都对，我们就是你说的那种人，我不狡辩，但村里那些老人那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我们这些大人混蛋，孩子不该跟着受罪。周干部，我老婆摔了腰送不出去，路太烂了，如果那条路修好了，她就不用遭这个罪。说这些也没用，您也不欠我们的，但我求求您了，您要打要骂都行，只要您肯回去。我看着胡叔，他跪在那里，两只手撑着地面，手背上全是老茧和冻裂的口子，手指缝里还塞着核桃的黑色汁液，洗不掉的那种。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再看了看他们脚上的鞋，泥巴裹着的布鞋、塑料拖鞋，还有一双开了胶的运动鞋。然后我抬起头，胡叔，2年半，你是第一个接受我帮助的人。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发短信说我是你们村的恩人，这些我都记着，但你也是第一个冲上来打掉我单据的人，这个到死都忘不了。我在你们村住了2年半，垫了7万块钱，通水的是我跑的，核桃和鸡的销路我联系的，380万的修路款也是我一趟一趟争取来的。我不是图你们什么，我是真心想帮你们把日子过好，但你们怎么对我的，你们自己心里清楚。我门上被喷了贪官2个字，走的时候被扔烂菜叶，吴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还有人做伪证要把我送进去，连我老婆都差点跟我离婚。我不恨你们，但我也不欠你们了。职务恢复了，路我也还有，组织给我安排了新的地方，清水乡的老百姓通情达理，不会今天捧你明天踩你。至于你们的路，你们自己想办法。当初我给你们修路的机会，你们没要，你们选了赖德旺，那就自己承担这个选择。说完，我转过身走向大楼，身后的哭喊声炸开了，几个人同时爬起来往前冲，被保安拦住。周干部，周干部啊，您不能不管我们啊，那路是您申请的，那钱也是您争取来的，您不能看着我们死啊。我的脚步没有停，一步都没有停，推开大院的门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了，把外面的声音隔成了闷响。上了楼，回到办公室坐下，窗户没关，外面的哭声还能隐约传上来，但已经很远了。桌上放着一杯水，是我下楼之前倒的，已经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凉的，手机震了一下，老婆发来的一张照片，是我们家的门口，门上贴着新的对联，上联写的什么看不太清，但门槛旁边放着一双新的棉拖鞋，男士的。他在下面发了一句话，什么时候回来？我炖了排骨。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了，又亮了又熄了。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翻开了清水乡的工作计划，拿起笔继续写。窗外的哭声已经听不到了，他们应该走了，走了就走了吧。我这辈子学到最贵的一课，跟帮人无关，跟防人也无关，就一句话，有些人你帮不了，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他们不值得。我把工作计划写完，合上本子，站起来走到窗前，远处的山很远，天快黑了，路上有灯，换个地方，换条路，日子还得继续过。